这就是超前的战略目光。美海军陆战队很早就计划组建了滨海作战团，谋求在军事竞争中的转型与突破。而近期又为其采购战斧、NSM 等多款导弹，大力发展远距打击能力，既帮助美军加大了对前沿海域的掌控，又提升了与盟友的协防能力。此外，英国挑战者3坦克正式曝光，具备了比挑战者2更好的反坦克作战能力，帮助英国陆军应对东欧愈加复杂的战局。下面请看详细分析。滨海作战团按美海军陆战队发布的兵力设计2030文件来看，是一股能在复杂环境执行多种作战任务的力量。其配置按最初的设计是一个滨海作战团，由1800到2000人组成，包括一个指挥所、一个滨海战斗队以及一个后勤营。主要装备是可发射海军打击导弹，能执行反舰和对陆攻击作战任务的联合轻型战术车，具备察打一体能力的 MQ9 无人机，以及主要用于对空监视的 AN/TPS-80 地面防空雷达和用于力量输送的轻型2栖舰艇等装备。一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算组建的3个滨海作战团，且全部部署于亚太地区。首个已于2022年3月依托第3海军陆战团成立，剩余2个则将依托冲绳第4和第12海军陆战团组建，计划在2025到2026年和2027到2030年完成。但从近期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海军陆战队明显已经加快了滨海作战团的建设。波兰军备在升级。3月13日，美国国务院批准一项军售，将向波兰出售821枚 JAS 增程巡航导弹，射程达到900公里。待这批导弹交付之后，波兰将拥有1000余枚巡航导弹，是所有欧洲国家中装备最多的。另外，波兰在此次军购中还采购了745枚 M120C8 中程空导弹与232枚 M9X 响尾蛇空导弹，这批导弹的总成本超过40亿美元，单枚导弹均价222.5万美元。此外，波兰还获得了20亿美元的优惠资金，并提出采购96架 AH-641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雷达和各种导弹的报价，其中包括144枚 AGM-11422 地狱火导弹、96枚 M3618 地狱火俘虏空中训练导弹、460枚 AGM-179A 联合空地导弹以及210台 T700 GE701D 发动机等大量内容。北约军费增加 11%。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3月14日，北约发布了2023年年度报告。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北约各成员国正在持续增强军事力量。相较于2022年，北约在2023年的军费开支增加了 11%。 当前，北约已经制定了一项目标，希望各成员的军费开支可以达到 2%。 这项目标是在2014年制定的，当时就有3个国家达成，而到了2023年，已经8个国家完成这项目标。另外，2014年北约设定的目标还包括将 20% 的国防预算用于生产研发先进武器，当年有7个国家完成，而到了2023年，已经有28个国家完成。据美国国防新闻报道指出，美海军陆战队作为滨海战斗团，花费42亿美元于2025财年采购8套陆射型战斧巡航导弹系统，并编入去年刚成军的第11陆战团战斧导弹营，将其作为陆基远程反舰导弹和机动中程导弹使用。同时，美海军陆战队还计划采购90枚海军打击导弹，用于测试与库存补充。且为了让滨海作战团具备更可靠的通联与火力投射能力，美海军陆战队还决定花费5130万美元，对 AN/TPS-80 地面防空雷达进行软件升级与改善加密、通讯能力，提升信息共享效能。可见，美国是要下血本来强化远距打击能力。去年7月份，美海军陆战队曾宣布，第一支装备远征火力遥控地面作战系统的部队已正式成军。其使用的 4x4 无人驾驶平台安装了可放倒和起数的单个 MK41 发射单元，可容纳1枚战斧巡航导弹。而且在当时，美海军陆战队也已经开始研制和使用相同平台的远征舰拦截系统，来搭载2枚较小的海军打击导弹。从上述采购计划来看，NME SIS 系统看样子已装备到位。
值得注意的是，战斧和海军打击导弹的发射系统都极具灵活性，能通过运输机或登陆艇进行快速运输，从而在太平洋各个岛屿之间实现灵活部署和机动，是美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进行海上游击战的核心装备。据悉，这两种发射平台本质上都是基于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研制，虽保留了原始的动力总成、底盘、引擎盖等设计，但也将其改造成了无人驾驶模式，增加了视觉传感器、计算设备、通讯系统和执行装置，不仅能自主收集大量数据并对其进行处理，还能沿着既定的路线独立行驶，或交由操作员进行远程控制。如在2021年的实弹射击演习中，美军曾利用 LCAC 气垫登陆艇将 NME SIS 发射车运送到了海滩，后者随即在自主模式下行驶到作战位置，成功发射海军打击导弹，命中180公里外的靶舰，随即又自主前往附近的机场，搭乘 C-130运输机快速撤离该岛。除了美海军陆战队之外，美国陆军也在发展类似的机动导弹发射装备，如作战火力和敌风导弹发射系统。前者是 DA-RPA 设计局和洛马公司联合研制的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由 M977 卡车的底盘和3个导弹发射箱组成，最大作战半径超过1000公里，与美国陆军现有导弹具备非常高的互操作性，而且其还能根据作战需要使用运输机进行快速空运。后者低风导弹发射系统可以搭载射程1700公里的新型战斧导弹和射程370公里的标准6导弹，同样使用卡车运输的公路机动部署方式，具备一定的公路机动能力。不过相比美海军陆战队的 IOGOE、FRIES 和 NME SIS， 美陆军这两种导弹发射系统都无法直接利用 C-130运输，在战场机动性上要略逊一筹。此外，美国空军也已开始演练利用运输机在太平洋各个偏远岛屿执行快速运输、补给，以及利用运输机发射远程导弹的新战法，来应对愈加复杂的现代战争。至于美海军陆战队为什么执着发展机动灵活的远程火力，火力军想来是和其2021年提出的内线部队概念有关。2021年12月，美海军陆战队发布内心部队概念，其要求海军陆战队、海军岸防部队组成致命低特征小队，活跃在军事前沿，来保证盟友和合作伙伴的长期安全，以及维持对敌军的监控和及时阻止敌军的海上机动自由。为此，内线部队需要通过欺骗、移动等手段保持神秘，让对手难以确定其踪迹。而上述这些能利用气垫船、运输机等各种运输工具在岛屿之间快速穿梭部署的自主作战车，完全符合作战要求。相比美国海军的航母等大型舰艇，这些陆基导弹的目标小得多，且能灵活部署，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战场生存能力，其能大幅降低执行人员的死亡率。甚至为了保持内线部队的低特征，美国海军还专门研制了小型近岸登陆舰及 SSC 岸舰连接器，其排水量远小于美国海军动辄数万吨的大型两栖战舰，可使内线部队在群岛环境下拥有更好的隐蔽性，进行快速部署。2022年时，美国海军新一代 SSC 岸舰连接器开始批量建造，这是一种新型两栖气垫登陆艇，主要用于替代现役的 LCAC 气垫登陆艇，满载排水量仅182吨，但该艇最大载重量增至74吨，能满足美军主战坦克搭载需求，即能一次运载1辆 M1 系列主战坦克或4辆 LAV-25 轮式步兵战车，同时搭载24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在运兵模式下，甲板上可搭载180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士兵。航速40节时，该艇续航里程200海里，航速35节时，续航里程300海里。在动力方面，主机采用4台 TF-40B 燃气轮机，既能以50节航速在海上航行，也能使得该艇在距海岸40公里处发起全速冲锋。相比之下，上一代气垫登陆艇要在距海岸24公里处发起冲锋才更安全。总之， SSC 舰岸连接器更加符合内线部队作战需求，以完成提出分布式海上作战理念，也可帮助美海军陆战队在日本或太平洋其他岛屿部署上述的无人战斧导弹车和海军打击导弹系统，进一步提升美海军全球作战能力。那组建滨海作战团有什么好处呢？对美海军陆战队而言，能助其转型突破。
美海军陆战队前司令大卫·伯格曾表示，在过去20年里，美海军陆战队主要执行地面反恐任务，且已丧失2栖作战能力，难以在如今大国竞争环境中发挥作用。为此，美海军陆战队高层近年来多次强调2栖作战力量发展，在方式上应突出先发制人作战思想，在兵力运用上应实现兵种混编，以体现较强的主动性、灵活性、攻击性和不可预测性。而组建的滨海作战团实现这些特点的重要行动，因为滨海作战团在实际作战中具备多种作战优势，如上述的高机动性和隐蔽性，能够在岛屿、海岸线和海峡的关键节点快速分散部署，又或是内线部队强大的侦察和反侦察作战，利用装备的雷达和无人机，有助于强化战场态势感知，更准确地对战场威胁进行定位。而且战斧和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的部署，将使作战团具备攻击水面作战舰艇和打击陆上目标能力，能与美军的大规模海空作战平台形成互补。对盟友而言，滨海作战团的建立能推动多边军事合作，更好地进行体系布局。如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早已有了更深层次的突破。驻日美海军陆战队司令詹姆斯·比尔曼曾表示，美国和日本的武装力量正迅速整合各自的指挥机构，并扩大了联合作战规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表示，2025年前，美国将用多种手段扩大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据悉，随着日本政府决定创建一体化指挥海陆空自卫队的综合司令部，美军就考虑把位于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的部分指挥权移交给位于东京横田基地的驻日美军司令部，以便美日双方进行军事合作。此外，滨海作战团也将为美国与盟友间的合作提供契机。如2022年3月，美军首个滨海作战团就曾前往菲律宾参加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以熟悉当地地形和战场环境。而如今，菲律宾开放了更多军事基地使用权，美滨海作战团在菲律宾境内活动的范围进一步增大，美军在今后制海权的争夺上将更具优势。朝鲜亮相新型坦克。根据美国媒体3月14日在最近的军事演习中，朝鲜新型坦克亮相。这款名为 M2020 的新型坦克首次亮相是在2020年的阅兵式上。目前，关于这辆坦克的具体细节非常小，但根据公开的消息，朝鲜 M2020 坦克在外形上类似于俄罗斯 T-14 阿玛塔与伊朗的祖勒菲卡尔，另外还与 T-62也有相同的设计特征，配备复合装甲和一门125毫米主炮。有报道称，朝鲜 M2020 可能已经建造了9辆原型车，不知道与韩国 K2 黑豹主战坦克正面交锋，谁的能力更强。2024年1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4年国际装甲车辆大会上，莱茵金属 BAE 系统陆地集团与英国国防设备支持中心共同宣布，首辆挑战3原型车从特尔福德工厂正式推出，即将进入低速生产阶段。这回英国陆军可算是扬眉吐气了。遥想当初海湾战争时期，英国一直维持着庞大的陆军力量，其主力包括总数超过1000辆的挑战者2 FA510 步兵战车，以及约1000辆 FA432 装甲运输车和侦察车。然而，从1997年起至2020年，英国居然没有一辆崭新的装甲车辆交付，加上国防预算的紧缩，导致如今的英国陆军规模一直在缩小。如2010年，英国陆军挑战者2的数量就已经缩减到了227辆。10年后的2021年，英国陆军又决定缩减89辆挑战者2，这意味着未来整个英国陆军将只保留148辆挑战者2。那么该如何在有限的数量下保持原有的战力，就成了英国陆军最头疼的问题。如今挑战者3正式登场，意味着未来英国陆军很可能会将148辆挑战者2全由挑战者3进行替换。目前8辆原型车中的第1辆已经亮相，等剩余7辆全部生产进入测试后，挑战者3就会进入低速初试生产和全速生产阶段，将在生产140辆挑战者3量产型。据悉，预计将在2027年左右形成初始战力。挑战者3是挑战者系列最新改进型，是经过挑战者2延寿计划和深度改进计划后的产物。其战斗权重66吨，采用4人制车组成员，其中驾驶员在车体前方正中央，炮长与车长位于炮塔右侧，装填手则在炮塔左侧。主武器是一门120毫米 L55A1 滑膛炮，可发射 DM63 型120毫米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可在2公里距离上击穿700毫米以上厚度的 RHA 装甲，
其能携带31枚120毫米多型弹药，其中16发储存在炮塔尾舱中，剩余的15发则放置于车体左前方处。副武器是一挺 7.62 毫米同轴机枪，为战车提供了近程防御能力。整个新炮塔从外观上看明显更加宽大，独特外形构造明显是为装备埃普索姆装甲和新型模块化装甲法纳姆装甲做准备。此外，新炮塔还装备了尖端的计算机化火控系统，即泰雷兹的 DNGS T3 与 ORION 瞄准系统，可使炮手进行远距离精准打击，而且更加注重在信息战的对抗优势。在升级的车体中 ，P1 原型车还集成了开拓者系统，为驾驶员提供了卓越的昼夜观察能力，能使他们在任何天气条件下清晰地掌握周围环境。前后安装的新型驾驶摄像头也进一步增强这一功能，使驾驶员能够更加安全、高效地操控坦克。在机动性方面 ，P1 原型车搭配一台基于 HAIP 项目开发、功率高达1200马力的 CV12-9A 柴油发动机，一套改进型 TN54 传动系统，以及经过改进的第3代霍斯特曼液气悬挂系统。新型的散热器与冷却系统和新一代的液压履带张紧装置等，使其最大地面行驶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左右，可确保战车在各种战场条件下保持出色的机动性。总之，挑战者3相比挑战者2性能有了更大的进步，尤其是在换装了 L55A1 式55倍镜120毫米滑膛炮后，具备了比挑战者2更好的反坦克作战能力。英国陆军的春天即将到来。好了，大家还知道哪些美军超前的战略目光，以及挑战者3坦克帮助英国陆军应对当前复杂的欧洲战局，大家是什么看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